在使用 Multi-Unit Abutment 的 All-on-X 治疗中，最终修复体通常采用螺丝固定方式，也就是说，将 Multi-Unit Abutment 连接到冲脂体，并通过 Retaining Screw 固定，随后再将修复体以螺丝方式固定在 Multi-Unit Abutment 上，形成双种螺丝固定结构。当然，在 Sloke 冲脂体的情况下，也可以不使用螺丝，而是通过 Locking Taper 将冲脂体与 Multi-Unit Abutment 连接，仅对最终修复体进行螺丝固定。这两种连接方式各有其缺点。双重螺丝连接结构的缺点呢，是存在 Abutment 螺丝松动的可能性，但在承受过大的腰核负荷时，往往是修复体螺丝先发生松动。因此，我认为这是一种相对安全的设计。将 MUA 通过 Locking Taper 固定在冲脂体上，并仅使用修复体螺丝进行固定的方式，其优点是 Abutment 连接非常稳固，但缺点是合理会集中作用在修复体螺丝上。总体而言，使用 Stock Abutment 或 Custom Abutment 时，通常采用粘接固位方式，而使用 MUA 时，则多采用螺丝固定方式。即使在使用 Stock Abutment 或 Custom Abutment 的情况下，如果采用 SCRP 方法，也可以同时结合粘接固位与螺丝固定。在这位患者的案例中 ，MUA 通过 Locking Taper 固定于冲脂体，下颌采用螺丝固位的 All-on-X 进行治疗，而上颌则制作了全口义齿，完成了全口中间治疗。从睡房结果来看，这是一个接近10年不到20年，但已60多年睡房记录的病例。这位患者我记得非常清楚，从最初就诊到现在的睡房过程，我大部分都还有印象。这是一位女性患者，当 Hybrid 类型的 Fully Bony Anchored 修复体使用超过10年时，一齿牙会出现这样的磨耗。可以看到，人工树脂牙由于10多年的聚焦而发生了明显磨耗。人工牙的磨耗意味着腰和垂直距离的降低以及下颌骨位置的改变，而这是一个采用螺丝固定的 All-on-X 修复体。当时置入的是较短的Bicon冲脂体，并且使用我制作的 Multi-Unit Abutment 通过 Locking Taper 固定在冲脂体上，以 Fully Bony Anchored 修复体的概念进行治疗，也就是说，是以 Fully Bony Anchored Prosthesis 的理念完成了 All-on-X 治疗。换句话说，这是以 All-on-10 的形式完成的全口中间，但在 All-on-X 中保留螺丝孔所在位置的树脂牙经常发生破裂，这是一个问题，因为在树脂人工牙上开设了 Retaining Screw 的孔，这是为了使用 Multi-Unit Abutment 的 Cap Screw 来固定修复体而预留的空洞。由于美观原因，前牙区域的 Retaining Screw 不应从唇侧露出，因此冲脂体的置入位置必须非常准确。前牙区应正确置入冲脂体，使螺丝孔能够形成在射侧方向。如果冲脂体颈部的置入方向偏向唇侧，就需要使用 Angled Multi-Unit Abutment， 以便将 Retaining Screw 的方向调整至射侧。那么现在你希望进行那种 All-on-X 修复方式呢？如果是用 Zirconia 进行修复，不仅耐磨，而且不易变色，是非常好的材料。近年来，后牙区的冲脂修复也常常采用金属材料，也就是说，即便是用 Zirconia 进行 All-on-X 修复，为了防止 Retaining Screw 空区与发生 Zirconia 崩裂，有时也会在后牙去进行全金属覆盖。在制作 All-on-X 的金属框架时，后牙区可制作成牙齿形态并形成螺丝孔，而前牙和前腕牙区则是用 Zirconia 或 Porcelain。同时，前牙和前腕牙区的螺丝孔必须设置在射侧，才能避免美观问题。如果制作的是树脂基托型 All-on-X， 可以在人工牙药颌面呢进行金属覆盖，以减少螺丝孔周围的破裂和磨耗。归根结底，许多问题都是由于螺丝筒倒空而产生的。除非有明确的理由，必须选择螺丝骨位修复，否则采用粘固式修复可以消除固定螺丝筒倒空的问题。这才是 All-on-X 治疗应当被正确规划和实施的方式。因此，将该 Hybrid All-on-X 修复体重新一样化膏材料制作，不再采用螺丝固定，而是以粘固式方式重新进行冲脂体全口中间治疗。同时，
为了与下焊重织体全口修复体相匹配，上焊全口一齿也必须重新制作。仅重新制作单侧修复体是没有意义的，因为药和关系是由对焊牙裂所决定的。也就是说，需要通过新的修复体来治疗由于下焊移位和腰和垂直距离降低所造成的腰和崩劈。换句话说，是通过重新设定腰和垂直距离和下焊位置来进行重置体全口中间治疗。再看右侧第二末亚区域的重置体，由于出现问题而进行了重新植入。追加植入的前腕亚区情况良好，但第二腕亚区域似乎发生了下焊神经损伤。实际上，当时大约存在20-30案的感觉丧失。在重新植入重置体之前，必须向患者进行充分说明，也就是说，应基于知情同意的概念，向患者详细说明治疗过程以及可能获得的收益与风险呢，并在患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重置治疗。在进行重置手术时，应当预先考虑下焊神经损伤的可能性可能超过90%。当然，如果不追加植入新的重置体，仅利用残存的重置体进行 All-on-X 治疗，失败率会非常高，风险也很大。另一种方案是在残存重置体上进行固定式修复，而右侧下焊则采用重置体辅助的局部移植进行治疗。在向患者充分说明多种治疗可能性与局限性后，并在患者同意的前提下，最终决定重新植入重置体并进行新的 All-on-X 治疗。该患者最初出现了约45%的感觉丧失，但在持续随访过程中，感觉丧失逐渐减轻至约20-30%。当然，在随访过程中，患者也曾感到比较辛苦，但由于事前已经充分说明摒去的同意，因此并不存在问题。再看左侧，可以看到重置体似乎侵犯了下焊管，但这一侧情况尚可，并未发生下焊神经损伤，因此都是在患者知情同意的前提下进行 All-on-X 治疗的。从逻辑上来分析的话，关键在于 All-on-X 是采用粘结固位还是采用螺丝固定方式，并且根据这一选择，修复体材料的选择也同样重要。如果制作金属框架、加速质寄托的 Hybrid 类型 Fully Bony Anchored 修复体，甚至可以采用金属药盒，或者选择使用 Zirconia 制作修复体，或者是用树脂牙，并将其与连接与重置体或 Multi-Unit Abutment 的金属框架结合，制作 Hybrid 类型的修复体。如果采用树脂化技工流程，多数情况下会制作 Zirconia 材质的修复体。此外呢，也可以先制作现血感，再将 Zirconia 修复体1年解放式固定其上。All-on-X 修复体的制作方式主要有2种。第一种是通过 Retaining Screw 将修复体固定在 Multi-Unit Abutment 上。第二种是制作 I-bar， 并将其直接固定在 Multi-Unit Abutment 或重置体上，然后在修复体内部制作与 I-bar 相匹配的 Housing， 一直做可载式修复体。第二种方式与将 Ball Attachment 或 I-bar 连接至重置体并制作可载覆盖义齿的概念相似，但不同之处在于，这种修复体使用 Multi-Unit Abutment， 并且覆盖义齿也可以采用 Zirconia 制作，在1年解放式固定在 I-bar 上。当然，也可以将 Zirconia 修复体粘结在 I-bar 上，形成一个整体结构，再通过预留的 Retaining Screw Cone 使用 Cap Screw 将其固定在 Multi-Unit Abutment 上。也就是说，先制作可与 Multi-Unit Abutment 结合的 I-bar， 再在最终的 Zirconia 修复体内部形成 I-bar Housing， 并制作 Cap Screw 的贯通孔。由于使用的是 Multi-Unit Abutment 而非 Fixture Level 的 I-bar， 因此可以更容易实现高精度的修复。同时，由于可以使用 Angled Multi-Unit Abutment， 在美观方面呢，也更容易在修复体中形成离相方向的 Retaining Screw Cone。也就是说，将 I-bar 与修复体内部的 I-bar Housing 进行连接，再通过 Retaining Screw Cone 以螺丝固定的方式完成修复体制作。尤其是在将修复体制作成 Zirconia， 而 I-bar 采用钛材的情况下，可以有效减轻修复体的重量。采用 Hybrid 类型制作重置修复体时，可以进一步减轻修复体的整体重量。从概念上来说，这相当于在 Multi-Unit Abutment 上制作框架，再在其上完成 Hybrid 类型的修复。另一种方式是制作 Zirconia 重置修复体，
在其与 multi-unit abutment 连接的部位连接 cap abutment， 再通过螺丝固定在 multi-unit abutment 上完成最终的冲质修复题。如果冲质体置入角度允许，也可以在 fixture level 进行 I-bar 与最终修复体的连接，并实施螺丝骨位的 All-on-X 治疗。归根结底 ，SCRP 的修复理念呢，是一种在口内修正及公误差的有效方法。仔细想想，最终还是必须使用具有耐久性的材料。是制作 Zirconia 的全口修复体，并采用粘结骨位，还是采用树脂压的 Hybrid 类型 Fully Bony Anchored 修复体？这些选择都会对冲质治疗的长期效果产生重要影响。也就是说 ，All-on-X 修复体所使用的材料与连接方式，会直接影响冲质治疗的长期成功率。在最初阶段，3种修复形式中，最常使用的是采用树脂压的 Hybrid 修复体，而目前全口中间治疗则主要采用数字化方式进行。但在较早期的全口冲质病例中，多采用模拟方式制作的 Hybrid 类型 All-on-X 修复体。令人意外的是，这些病例的成功率非常高。前面看到的那位患者，正是其中重新进行修复的几个病例之一。对于其他患者来说，可以预期的是，他们大概也不会再去其他医院接受随访治疗，对吧？我认为他们应该一直在没有问题的使用 All-on-X， 也就是说，由于大多是高龄患者，在其有生之年基本都会持续使用 All-on-X。综合考虑治疗功能、美观性以及治疗结果的长期稳定性，我认为这样来选择 All-on-X 是合理的。我从事 Implant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 已经很长时间了，印象中也完成了相当多的病例，不仅是冲质体，在天然压方面，我也经常做全口中间。无论是部分缺压还是完全无压，我都会进行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完全无压的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 就是全口移植治疗。那么如果患者出现问题，会去别的医院吗？无论如何，最终还是会再回来。所以问题就在于，你想采用哪一种连接方式来进行修复？是想做 Cement Retention 的 Implant Full Mouth Rehabilitation， 还是想采用 Screw Fixation 的冲质修复方式？由于松开螺丝后为修脚为方便，很多牙医确实更偏好 Screw Fixation。但如果 Retaining Screw 开口在唇侧该怎么办？在上颌前牙的冲质治疗中，很多情况下并不容易实现 Screw Retained Prosthesis。一旦 Retaining Screw 后了，就会产生明显的美观问题。下颌前牙缺失后，往往使唇侧牙槽骨线发生吸收，因此按照可用骨形态置入下颌前牙的冲质体，自然会使螺丝孔朝向舌侧。下颌前牙区可以相对容易地形成舌侧 Screw hole， 但上颌前牙缺失后，同样是唇侧骨线吸收。不过与下颌不同的是，上颌前牙区的可用骨主要位于腭侧，因此按照上颌前牙科用骨形态置入冲质体，大多数情况下 Screw hole 会找向唇侧形成。如果可以将冲质体向舌侧方向置入，是可以做成 Screw Retained Prosthesis， 但这样会显著提高手术失败率。按照骨条件置入冲质体与为了修复体而调整置入方向，两者本身就是不同的概念。因此在韩国目前常见的一种倾向是呢，因为偏好 Screw Retained Prosthesis， 就以为追求螺丝固定方式。这往往是因为没有真正体验过 Locking Taper Abutment Connection。 如果是用 Locking Taper Abutment Connection 将 abutment 固定在 fixture 上，几乎不会松动，这一点非常关键。即便采用 Cement Retention 的方式固定修复体，只要是 Locking Taper Abutment Connection， 长期来看也几乎不会发生 Screw Loosening。相比之下 Morse Taper 的 Screw 固定方式容易反复松动，因此才会更倾向于 Screw Retained Prosthesis。 换句话说， Morse Taper 的 Screw 固定容易松，如果采用 Cement Retention， 一旦松动就难以处理，所以只能选择螺丝固定。但对于 Locking Taper 固定来说，螺丝松动的可能性极低，甚至几乎不存在，因此无论是 Screw Fixation 还是 Cement Retention 都可以灵活选择。归根结底 Morse Taper 的 Screw 固定，一旦螺丝松动就必须重新拧紧，所以才会制造于 Screw Retained Prosthesis。 而且出于美观考虑， Screw hole 必须位于舌侧，这是理所当然的。前牙修复体如果在唇侧有 Screw hole， 那在美观上是完全无法接受的。因此很多人虽然在谈论 Screw Retained Prosthesis， 但实际上可能并没有真正做过。这是我的看法。对我们来说，这是一项每天都在进行的临床工作。
所以当被问到为什么要这样做时，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这是合理的选择。当然，我们也会说 All on X 或其他重置修复，如果采用 screw fixation，在需要时是可以拆卸的，但并不是所有病例都能这样处理。举例来说，伤寒嵌牙的胆牙重置修复，假设对确实的冲切牙进行冲植治疗，你能保证每一次都让 screw hole 位于射侧吗？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样做反而会增加春侧骨斑损伤的风险。这是显而易见的。在骨系寿宴中的伤寒嵌牙区，春侧骨往往几乎不存在。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冲植体该如何植入？只能依据参与骨来植入。这样一来，冲植体方向往往会向前倾斜，形成明显的春向倾斜。但很多牙医仍然只想着一定要做 screw retained prosthesis。可这样真的可行吗？这是一个非常基本的问题，因为在前牙冲植中，冲植体的植入方向本身就决定了修复方式的选择。那么，如果因为植入方向无法形成射侧 screw hole， 该怎么办？你们都知道答案，那就是使用 custom abutment。最终是将 custom abutment 用螺丝固定在 fixture 上，然后再将修复体以 cement retention 的方式固定在 abutment 上。也就是说， abutment 用螺丝固定，修复体则通过粘接来固定。如果没有锁定锥度连接，前牙冲植质了将变得极其不稳定。一旦出现问题，就会不断陷入并发症的处理之中。螺丝会反复松动，如果修复体被粘固在个性化基态上，就只能被迫取下修复体，因为无法重新拧进固定螺丝，即使重新拧进，也还是会再次松动。如果放任松动的螺丝不处理，冲植体周围会发生延翻的骨吸收，最终难以控制。因此才提出了螺丝粘骨联合修复 SCRP 的概念，但该方法并不适用于前牙冲植。在后牙冲植修复中，可以通过定期拧紧螺丝来应用 SCRP， 或者通过暂时性粘固使修复体可拆卸，从而对个性化或标准基态进行螺丝附近。但最终，患者往往会吃开那家诊所。然而在全口中间中，患者是无法吃开的，没有诊所愿意接受这样复杂问题的患者，因此患者最终还是会回到最初治疗的诊所。结果往往就是如此。所以在选择修复材料和骨位方式时，必须格外慎重。在临床上，这是极其重要的。正如我反复强调的，接下来的关键问题是，是否要将整个修复体全部做成固定式，还是通过将固定重置修复与可摘移吃相结合，以降低治疗风险。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冲植体支持的可摘局部移植。例如，上颌采用全口移植，下颌采用冲植体支持的局部移植，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尤其是在下颌后牙冲植治疗中，医生最担心的是下颌神经损伤。一旦发生下颌神经损伤，就会成为与患者之间的严重问题。如果进入诉讼程序，医生几乎不可能胜诉，往往需要支付高额赔偿。如果损伤的是射神经，赔偿金额通常会更高。当预计存在神经损伤风险时，我们会实现充分说明，并尽在患者同意的情况下进行冲植治疗。由手术失误导致的神经损伤与手术并发正在概念上是完全不同的。即便如此，我们仍会反复与患者沟通说明。如果患者接受神经损伤的风险，就进行冲植手术；如果不能接受，则建议使用可摘移植。在前牙区域，通常可以安全植入冲植体，因此多采用固定修复。冲植体通常可植入至第1000万牙区域，因此前牙区采用固定冲植修复，而后牙区则需要可摘局部移植。即便如此，仍有一些患者在了解下颌神经损伤风险后，依然选择冲植治疗。想一想，在顾客为了挽救生命，又是不得不截肢，谁会愿意失去自己的腿呢？但又是现实并没有其他选择。我有一位非常亲密的顾客医生朋友，他总是说同样的话。他说，牙科看起来真不错，嘴巴一闭上，问题就看不见了，就算缺牙也不明显，而且患者还有很多牙齿。他说，他通过价值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但患者却反复回来抱怨价值让生活变得痛苦。当时价值确实挽救了患者的生命，他救了这个患者，但患者每次复诊都会抱怨。所以他说，牙科不会遇到这种问题。但我告诉他，牙科也有牙科的困难，牙科治疗同样非常艰难。
他说，顾客是在体外切割、固定、拧紧、钻孔，体力消耗很大，而亚克是在口腔内操作，可是范围非常有限。从这个角度来看，亚克或许反而更加困难。即便如此，这些情况在情感上依然十分沉重。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与患者讨论下颌神经损伤的问题，并询问患者是否能够接受感觉神经损伤。许多患者表示着并不理想，但仍选择充值治疗。例如，摄像以为下颌为固定式充值修复的患者，上颌为刻在全口一持，但下颌后牙取充值体失败，需要移除。在经历内15年的充值功能后，大多数患者都会理性接受并发症，他们同意接受追加治疗，但会询问下颌神经损伤的风险。如果他们接受该风险，就会进行新的充值手术；如果不能接受，则利用现有的固定充值修复，制作充值体支持的局部移植。我们就是这样向患者解释的：治疗方向的决定不是我的问题，而是患者的决定。我无法独自承担所有结果的责任，这是患者的问题。因此，对我而言，固定式或可摘式修复都是可行的选择，只要想患这种份说明，然后按照患者的选择进行即可。如果以为骨质体只坚持 All on X， 医疗事故的风险就会增加。例如，植入过少的充值体，却勉强通过悬臂修复来扩大修复范围，或者执意在后牙去置入充值体，最终导致下颌神经损伤。实际上，下颌神经损伤的患者并不少，原因可能有很多，因此关键在于要把说明工作做好，要向患者清楚说明治疗的可能性与局限性，并遵循患者的决定。归根结底，是选择固定式修复还是可摘式修复，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并且必须基于准确的分析与诊断来制定治疗计划，确定可行的治疗方式。